有缘人，欢迎来到静心思维频道，祝大家健康安泰，福星高照，一切顺利。佛家有8万4千多种不同的法门，来供每个人挑选最适合自己去修炼成佛的方式。于是佛家现在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门派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。不管佛家的禅宗、净土宗、华严宗、律宗还是密宗，他们的修炼都离不开戒定慧这3个步骤，佛家称之为三无漏学。原来佛说人的烦恼是由低到高分为3个层次，其中戒是为了除掉违规性的烦恼，比如说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等等。这些行为看上去好像只是对别人造成的伤害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行为同时也会让自己的内心感到极度的不安？所以说这也是最基本的烦恼。而接下来又通过修定，在禅定当中去除那些困扰性的烦恼，通过禅定让自己专注下来，内心平静，那么这些烦恼自然就没有了，这就是定。而最后通过修慧就可以去除那些潜伏性的烦恼。相信你肯定也担心过将来面对死亡的那一刻，自己会有多恐惧、多不舍吧？这是多么烦恼的一件事情呢？而佛家说，这是你还不够智慧，你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。当你达到了无我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。为什么佛家如此的讲究戒定慧，如此讲究戒律，特别是要戒掉邪淫？但是偏偏在藏传佛教当中却流传着一种男女双修的特殊法门。为什么他们认为男女合的时候能更方便地修炼成佛呢？这种修炼的方式难道不是犯了邪淫的戒律了吗？很多佛门中人都大骂密宗败坏了佛家的名声，甚至很多佛家人认为藏传佛教根本就不是佛教，因为他们认为藏传佛教就是西藏本土的宗教本教，和崇尚双修法的印度教的性力派相结合的产物。所以他们认为藏传佛教就是佛祖释迦牟尼所说的外教，根本就不是佛教。但是密宗却说这些人简直就是在胡扯，双修法就是来自于佛祖释迦牟尼的亲口开示，怎么可能就变成外教了呢？密宗说，在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释迦牟尼佛在南印度的达尼雅卡达卡城的佛塔，为众人示现10轮金刚的法相。香巴拉国的第1位国王月贤王就到此来请法，并且将佛祖所讲的10轮金刚法的开示记载成了12000颂的经文，带回了香巴拉国。最后这些经文又辗转传入到了西藏，并改名为吉祥10轮。本续10轮金刚密法认为，一切众生都生活在过去、现在、将来这3种迷界之中，受尽了无明之苦，而我们想要摆脱这种无明的苦恼，那么就必须要修炼10轮金刚密法。那什么是10轮金刚密法呢？当我们看到10轮金刚的双身佛，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密宗会有双修的传说了。10轮金刚代表着阳性，同时也代表着慈悲，
而他的明妃则代表着阴性，同时代表的是般若智慧，而这里的十轮金刚和明妃的双身，则表示阴阳和合，代表宇宙间一切的规律。当然，说到阴阳，怎么能够不想到中国的道家呢？早在藏传佛教之前，东汉的魏伯阳在《周易参同契》里面早就记载了男女双修的秘法。在十轮金刚法里面特别提到，人就是活在这个由阴阳主宰的世界当中，你想要解脱，想要修炼成佛，怎么可能离开这个现实的世界去修炼呢？所以十轮金刚秘法说，你必须要在现实社会的欲望当中去实践，去觉悟，方能极身成佛。所以说他们双修是在欲望当中斩断欲望，这个就是双修法的基本原理。能够让人极身成佛的神奇的起点，就是传说当中的海螺脉。因为传说中，只要你找到了这个海螺脉，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更加神奇、更加神秘的明体，它代表着佛。看到那个明体，人就能够跻身成佛。这和普通的修炼成佛的方式可是不一样的。意思就是，你用双修法去修炼成功，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直接就把我们这个凡夫的色身转变成为了佛的法身，是可以成为活在这个世界的现世佛的。这和普通的修炼那可是完全不一样了。然而双修法却说，只要你修炼成功，即可以当下成佛。所以说这是多方便的法门。双修法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学得了的，就如同十轮金刚秘法里所说，双修秘法那是在欲望当中斩断欲望。你本身有修为，有定力，你断的了，你就可以成佛。你本身就没有定力，你断不了欲望，那可是沉迷于欲望不可自拔，反而是要下地狱的呀。所以说，关于双修法的门槛，南怀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西藏的第5代达赖喇嘛有一天突然就告诉大家说他想要双修，那这个是不得了的，因为藏传佛教也像汉传佛教一样，有很多不同的派别。藏传佛教有红教、白教、花教、黄教等等，而第5代喇嘛他属于格鲁派，也被称为黄教。黄教是不允许进行双修的，因为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，他看到那个时候的藏传佛教简直不堪入目，于是他就站在捍卫佛教的民生的立场上，发起了宗教革命，禁止双修，主张清净单修，于是才创业了黄教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属于黄教的第5代达赖喇嘛却告诉大家想要双修，这一下就把身边的喇嘛们吓坏了，认为他是公然在挑战黄教创始人立下的规矩。所以不仅是周围的喇嘛们阻止，甚至当时朝廷主管宗教的大臣也都坚决地反对他双修。达赖喇嘛也看出来他们的顾虑了，于是什么话也没说，就带着一群人爬到了城墙上。这个达赖喇嘛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小解了起来。然而奇异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当达赖喇嘛小解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就把小解出来的尿又吸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去了。这一下大家都愣住了，什么话都不敢说。而达赖喇嘛这么做的意思，就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只有达赖名分而没有修为的冒牌喇嘛，他
他是真的有修为，他是有资格去修双修法的。但是此时所有人都不敢说话，既不敢同意他去双修，也不敢去反对他。于是第5代达赖喇嘛说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为难你们了，算了，我就不双修了。于是不久之后，他就自己选择涅槃了，然后就转生成了第6代达赖。因为6代达赖喇嘛是属于藏传佛教中的红教，而红教是必须要修双身法的，不然就不能成佛。这第6代达赖喇嘛从小就特别的风流倜傥，经常偷偷地开后门去酒家约会。结果有一个下雪天，他就被人发现了，于是朝廷就打算干掉他，就召他进京处理。然而还没有到达京城，第6代达赖喇嘛就离奇地消失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哪了，还是死掉了。传说第6代达赖喇嘛是被押到青海的时候，他就不走了。他想，我一个法王怎么被押着去见一个人王呢？于是就选择了和第5世达赖喇嘛一样，自己圆寂了。但是这种第6世达赖喇嘛的死法也仅仅是其中一个传说的版本而已。还有传说认为第6代达赖喇嘛根本就没有死，他在青海的时候呢，乘着风雪之夜悄悄遁去，就像使了魔法一样悄然离去，然后到了蒙古，并且收了一名弟子。而且他还到过四川峨眉，活了很久。据说乾隆时期他还在世，乾隆答应他不宣布他是第6代达赖喇嘛，他才答应和乾隆谈话。之后圆寂了，然后佛教界就认为，从第7代达赖喇嘛之后，达赖喇嘛就靠不住了。后来这些达赖喇嘛就没有这种真功夫存在了。其实说刚才这些关于达赖喇嘛的故事呢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普通人是修不了双修的，没有高深的定力，你控制不住你自己的欲望。而且这种定力呢，是连一般的僧侣也办不到的，只有圣人阿罗汉这样的果位才适合进行双修。有一个人叫做陈建民，他是国学大师叶曼的老师，曾在西藏学密宗几十年。他坦言，他虽然实际修炼过几十年密宗双修法，不过并没有多大的成就，更别谈跻身成佛。所以说，你想，几十年来都没有多大的成就，我们普通人要想找一个真正的具德上师来教授你密法，那是多难的事情。一般人就不要去想着去修双修法了，老老实实的学禅宗、学净土宗，那才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方便的法门。禅宗强调静坐冥想，通过观察自己的心念来获得智慧。这种方法不需要特殊的仪式或复杂的理论，只要你能每天抽出一些时间安静地坐着，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思绪，就是在修行了。净土宗则更加简单，主要是通过念佛来获得解脱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生活忙碌的现代人，你可以在工作之余或者睡前花几分钟时间念佛号，长期坚持也能获得内心的平静。这些方法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却是佛陀针对不同根基的人所开示的法门，它们同样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烦恼，获得智慧。重要的是，无论选择哪种修行方法，都要保持正念，
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和想法。修行不是为了追求神通或者特殊能力，而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智慧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佛法的教导，关爱他人，保持慈悲心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修行方式。所以，真正的修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体现的，而不是在遥不可及的神秘法门中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